个不同的事业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。铁杆朋友，Somos amigos de ayer. 随时有什么我们都是保持联系，沟通。Y vamos a mantener siempre contacto. 谢谢。美军抓捕马杜罗事件开始外溢了，有人受益，自然就有人受损。那这里边有没有你的事儿呢？今天啊，我们就着重盘点一下，这事儿才过去1天时间，有些人的命运注定就要被改写了。咱们先说第一个，马杜罗政权啊，算是终结了。虽然说川普支持的副总统临时上位，那能做多久啊？这都是一个未知数。马上中国就成为了全球的一个笑柄，既丢了里子呀，也丢了面子。这面子大家都清楚了，你的特使刚刚和马杜罗握完手，人家说习总书记是兄长，是大哥。你看大哥的随从刚给你搂完手，人还没走呢，这位总统啊就被抓了。所以我想啊，这位南美的特使以及美大司的工作人员回国呀，可能都不好交代，没准呢就要接受审查。而且接下来其他的国家元首啊，可能都不愿意和这位大使打交道了，非常方人，不吉利啊。这个说完了面子，咱们说说里子。中国自从胡锦涛和江泽民时期就一直向委内瑞拉借款，虽然说是有石油做抵押，但是呀，这石油供应是非常慢的，在整个中国的石油供应中，也仅仅只有4点几的份额，你也可以把它忽略不计。但是现在这600多亿的欠款，还有将近160亿没还呢。川普说了，中国俄罗斯的利益不受影响，我们可以继续给他们卖油，这就是2个概念了。原来中国一船一船的拉油是为了还债，川普的意思是说，还不还债你跟他们去谈，但是你再要是拉油，你得给钱，我可以继续卖油。那事实上中国的债务就可能无限期的拉长。那我们再说一下，川普今天早上啊又对记者采访说，古巴这政权啊应该灭亡。另外他又提到委内瑞拉的另外一个邻国叫做哥伦比亚，他说哥伦比亚的总统啊这个人有病，也应该结束统治。他直接开始威胁委内瑞拉这2个邻国了。当然咱们客观的讲啊，委内瑞拉有民意基础，它也有石油。从川普的经济学上讲啊，如果他懂点经济学的话，打这个委内瑞拉获得石油资源是不亏的。但是古巴不一样，古巴这种700-800万的小国啊，它一直是吃大户，它自己是一个自由贫乏的国家，它的石油严重依赖于这个委内瑞拉。你像在冷战时期，他作为马前卒啊，他是吃苏联的大户，后来苏联解体啊，养不起他了，他就开始吃这个委内瑞拉的大户。事实上他也开始吃东方大国中国的大户。我核实了一下，中国历年来向古巴借款累计已经达到了50亿美金，相当于委内瑞拉债务的1/3啊。事实上大家都知道，你借的时候和咱们放贷的时候都清楚，借的人根本就没想还，借出的人呢也没想着收回来。但是啊，他采取了一个3步政策，第一个挂着账不免除，第二个不公开，不向老百姓和世界银行通报，第三个最重要一点啊，不催债。你啥时候见过派特使过去说古巴你赶紧还钱吧，他那经济都穷成那样了，吃饭都吃不饱，怎么可能再还你的债呢？那他采取这3步策略啊，事实上它形成了一种叫政治投资，至少说
共产主义在美国的邻居也还活着呢，所以14亿人啊，既然历史选择了共产主义，当然现在已经变成了权贵资本主义了，但还有生命力啊，不是那么很差的一群人。当然更重要的一点，这种资源匮乏的国家严重依赖于对外援助，我相信这个卢比奥特别想改变自己原来母国的命运，但是川普啊也仅仅是口头吓唬一下，他不会真的干古巴的。这1000多人要等着吃饭，谁养得起呀？当然了，他提到另外一个国家叫做哥伦比亚，仅仅是口头威胁，他不会打的，因为啊，这个哥伦比亚确实是一个毒窝，你要真正缉毒的话，不知要多少伤亡呢。这可不是你派一个三角洲部队就可以解决的。你要是把总统绑过来，那起来的人，其他人呢会继续玩贩毒的事儿，这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黑洞。除了中国呀，委内瑞拉的民众事实上他也在利益受损。昨天的节目我们已经讲到了国内民众的失望了，今天我们着重讲一下在美国的委内瑞拉人。这个民众啊，我看了一下，在120万左右，这120万里大概有30%已经入籍了。很奇怪的是，去年啊，他们大量的人，将近70%投了老川的票，没有投哈里斯，因为在南美的文化中啊，还是不愿意看到一位女性来领导他们，还是有这个大男子主义。那第二呢，有30%左右啊是有了身份了，就有绿卡了，还有30%呢，将近那么30到40万属于这个没有身份的，这些人可能是最惨的。因为原来既然有马杜罗这样的独裁政权压迫你，你可以向美国寻求保护，现在这压迫者啊，我们已经帮你剥了下来了，现在你应该回去建设自己的祖国，而不是继续留下来。如果老川接下来废掉这些人的合法身份，或者说限期离境，那他们愿意回到自己的母国吗？所以说马杜罗没了，现在的副总统还是原来的人马呀。如果说有一天真的实现了民选，那会有这么多的就业机会吗？这都是一个未知数。那好，第三呢，很有趣的一点就是这次行动中我们并没有看到副总统万斯参与其中。他的发言人说了，在举行活动前夕，他的车队已经驶离的海湖庄园，说明什么问题啊？说明老川刻意的不希望他参加本次行动，这个确实是总统的权利。你看以前吧，无论是奥巴马时期、拜登时期，还是说川普的第一任期，你干这种活，重大的军事决策啊，要让副总统参与，他也学一学嘛，对吧？那你这次明显啊，刻意优先回避吧，的车队走了。原因呢，我个人猜测可能是这样，万斯有一些着急。你比如说上个月呢，他参加了美国转折点的年会，那位查理·科克的遗孀明确支持他参选2028年的总统。这个实际上呢，对于老川他不爽。那接下来是2028谁当总统参选，那不应该是我来指定吗？哪是说你一个群体来指定的？你把这个 MAGA 的创始人置于何地呢？你的翅膀是不是硬了，感觉要单飞呢？所以说万斯可能作为一个小地方出来的人呢，着急了一些，让他冷静一下呢，也不完全是个坏事。所有的年轻人都可能需要这么一个成长，尤其是在这种老川特别希望自己拿主意的时候。2028谁代表共和党？到底是卢部长还是万斯还是其他人？那肯定老川认为自己是最终拍板的人呐，他没拍板，你自己先跳出来了，能行吗？第二件事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是，今天早上
那个老川的副幕僚长斯蒂芬·米勒的妻子，他发了一个图，就是格陵兰岛，他盖了一面美国国旗，说快了，言下之意呢，就是美国要进一步的拿下格陵兰岛。他发了图以后啊，这丹麦驻美国大使不高兴了，发了一个文件，他就提出，我们是北约成员国，我们两国民众不希望打仗，我们希望珍视这个和平。这说的比较绅士与客气了，用咱老百姓的话讲，你别惦记我的，咱们可是盟国，你不要干那种下三路的事情。咱们换位思考一下，如果说俄罗斯把那夏威夷盖成俄罗斯的国旗，美国认不认同啊？己之不欲，勿施于人嘛。这才过去了1天时间，有些人的命运马上就要被改写了。而实际上，东方大国的老习可能也被吓了一跳，他蓦然回首发现，原来固若金汤的3件事，现在一看啊，不可靠。如果您想了解到底是什么不可靠，欢迎您关注我另外一个频道大卫军情局，也欢迎您打开小铃铛，我一更新您第一时间就收到了。咱们明天见。